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佛历1月下初6，万象多云，21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7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2基普，跌幅 0.06%。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8.84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7.09 基普，涨幅 1.0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034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67.37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4.32 点，跌幅 0.34%。开盘 1275.14 点，最高 1277.82 点，最低 1253.1 点。成交量188600股，成交金额3.215.95.9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60基普。交易量1184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万象中心。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60基普，交易额2亿1831万6千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498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46万基普，涨幅 1.0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2月1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7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4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18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公安部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举行双边会晤。12月11日上午，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威拉拉坎峰大将在万象与到访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大将举行会晤，双方就继续加强两国安全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威拉拉坎峰高度评价了老俄在国防与安全领域日益增强的协作关系，并对俄罗斯长期以来向老挝公安力量提供的宝贵支持与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访问期间，俄方代表团还实地考察了老俄军队友谊工厂。此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2. 绍伊古向在老挝牺牲苏联飞行员纪念碑敬献花圈。12月11日上午，正在老挝访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绍伊古大将率团前往苏联飞行员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1960年至1973年间为援助老挝人民而牺牲的苏联飞行员。此次活动象征着老俄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与团结。绍伊古大将表示，飞行员们的英勇牺牲是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体现了双方对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追求。这份历史记忆将继续转化为推动老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强大动力，造福两国人民。3. 老挝启动重视教育的村庄宣传片拍摄。近日，教育体育部在澳大利亚政府支持下，开机拍摄国家教育推广系列片第4集。老挝教体部副部长达拉晚亲临指导，强调社区协作对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性。该片讲述了3名农村孩子，其中包括1名残障儿童，在家庭和学校的共同支持下重返校园，最终在20年后分别成长为建筑师、护士和教师的励志故事。影片动员了近300名当地村民和师生参演，取景真实生活场景，旨在改变社会对教育的固有观念，倡导全民参与，让教育成为家庭发展的核心动力。该片是推动老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宣传举措。4. 滑盘省替代种植项目取得显著成效。12月9日至12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湄公河次区域6国代表及老挝国家禁毒委员会考察了滑盘省万麦咖啡合作社。该合作社成立于2019年，
是老挝实施的罂粟替代种植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带动华潘省4县15村的665个原罂粟种植家庭改种咖啡，种植面积超过520公顷。考察团深入种植园和加工厂，调研生产流程，并探讨如何增强项目生命力。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有效帮助当地群众摆脱了对毒品原植物种植的依赖，实现了从非法种植向合法创收的转变，为区域禁毒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5. 日本援助370万美元物资支持老挝清理未爆弹。12月11日，日本政府向老挝扫雷机构援助了一批总价值约370万美元的车辆与器材，物资清单包括52辆汽车、4辆摩托车、123台探测器及一批数码设备。劳动与社会福利部副部长乔战塔威塞与日本驻老大使小泉勉出席交接仪式。老方指出，这批物资将替换老旧装备，直接提升清理效率，保障受影响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自1996年以来，日本持续支持老挝未爆弹治理。此次援助是深化老日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有力支撑老挝实现远离未爆弹威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 老挝教育代表团赴越学习经验。12月7日至10日。教育体育部组织70人代表团赴越南河静省、义安省考察交流。代表团由教育质量保证司司长班亚占塔恩率领，成员包括部委专家及万象、琅勃拉邦的骨干教师。此次访问重点聚焦于东南亚小学学习标准评测的试题开发与教学评估。老方教师通过实地观摩和座谈，学习越南在提升小学生学习质量方面的实操经验。双方还探讨了老挝教育质量保证司与越南教育质量管理局的长期合作机制，此举旨在强化老挝各级教师的命题与测评能力，利用区域先进经验推动老挝小学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7. 丝路书屋在万象中心落成开放。12月10日，丝路书屋在万象中心正式启用。该项目由万象中心联合深圳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等机构共同打造，旨在深化中老文化交流。书屋位于万象中心3楼，目前拥有由潘刊战八出版社、德恒律所等机构捐赠的553册书籍，涵盖多种语言及法律专业类别，面向大众免费开放。启用仪式现场，万象中心还向色贡省和沙拉湾省红十字会捐赠了共计1000台净水器。此次活动不仅通过书屋构建了文化桥梁，也通过物资捐赠助力老挝地方民生，体现了中老合作的人文关怀。8. 琅勃拉邦省出征第4届全国残运会力争夺取4枚金牌。第4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2月14日至19日在万象市举行。琅勃拉邦省已做好充分准备，共派出运动员参加6个大项中的20个小项比赛，包括田径、游泳、盲人门球、硬地滚球、羽毛球和击剑。该省代表团定下了奋力拼搏的目标，力争在本届盛会上夺取4枚金牌、5枚银牌和4枚铜牌，预期奖牌总数达到13枚。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